如果今天你看到一支爆红影片，你不是问我可不可以也做一支，而是直接把它丢给 AI， 让 AI 帮你猜镜头、猜风格、猜 prompt， 甚至帮你做出类似版本。这就是今天要实测的工具 Flova。但我先讲，我不会只跟你说它很神，今天我会实际看它到底适合谁，哪里方便，哪里还是需要人来判断。现在 AI 影片工具越来越多，但真正麻烦的不是生成影片，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要生成什么。爆款影片为什么会爆？是镜头、节奏、角色、风格，还是题材？很多人做 AI 影片，卡住的地方不是技术，而是前面那一步企划跟拆解。所以我今天想测的是 Flova 这种 AI Video Agent， 到底能不能帮创作者省下最痛苦的前置时间？Flova 是什么？ Flova 跟一般 AI 影片工具最大的差别是，它比较像是一个聊天式 AI 影片工作台。你不是只丢一段 prompt 给它，而是可以像跟助理沟通一样说，帮我分析这支影片，帮我改成猫咪版本，帮我换成电影感，帮我重做第3个镜头，帮我把节奏变快一点。这点对创作者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平常做内容不可能一次就满意，一定是改来改去，测来测去。Flova 的特色就是把发想、分镜、生成、修改尽量放在同一个流程里。实测流程1：爆款影片拆解。今天我会用一个爆款影片风格来测试。第一步，我把参考影片丢进 Flova， 它会开始分析影片里的镜头逻辑，包含画面构图、角色、动作、节奏、氛围，甚至可以协助整理出适合重置的提示词。这里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它帮你抄一支影片，而是它帮你理解这种影片到底是怎么组成的。以前你可能要自己一格一格看，现在它可以先帮你做第一轮拆解。但我也要讲，这里不是代表你可以直接复制别人的作品，比较健康的用法是学它的节奏，换自己的题材、角色、故事。这里有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功能，叫做 Skill。一开始我以为它只是模板库，但实际玩之后发现，比较像是把一整套工作流程打包起来。例如你今天做 AI 动画，常常都要重复做几件事：角色一致、分镜生成、影片生成、后续修改。以前每次都要重新设定一次，但在 Flova 里面，你可以直接套用别人已经做好的 skill， 等于直接拿到一套完整工作流程。如果你有做 AI 短剧，应该知道这个有多痛苦。好不容易生成一个角色，下一个镜头直接不一样，而这种 skill 其实就是把别人测试好的流程直接复制过来，省掉自己一直试错。更有趣的是，你不只能用别人的 skill， 还可以自己建立。例如我今天找到一套很适合做 AI 短剧的流程，我就可以把整套工作流程存起来，变成自己的 skill， 以后只要点一下就能直接套用。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什么？比较像把 prompt 进化成工作流。以前收藏的是 prompt， 现在收藏的是整套制作流程。如果你常常重复做同类型影片，其实很多人以为 AI 影片最花时间的是生成，但我自己觉得最花时间的是每次都要重新研究同样的流程。今天如果有人已经帮你把流程踩完坑，直接变成 skill， 那省下来的时间可能比生成影片本身还多。实测流程2：重新生成。接下来我直接用聊天指令跟 Flova 说，把这支影片改成一个 AI 创作者在深夜赶稿，旁边有一只猫当导演，风格要像邵氏电影，对话反差感。这时候它会帮我生成分镜，我可以直接看每一段画面描述。如果台词不喜欢，我不用整个重来，可以直接说台词反转力道再夸张一些，像喵导生成太凶，可以改为更可爱一点。接着跟步骤确认，有问题提出修改。这就是我觉得 Flova 比较像 Agent 的地方，它不是只给你一个结果，而是可以一路对话一路修改。来看生成结果。今夜，我完全不需要咖啡因维持清醒。这是我这辈子写过最流畅的一段文字。我完全理解你想表达的深层意涵，这对我帮助极大。是今天状态最好的时刻，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再写12个小时。你每次的指导都让我对自己的创作能力越发充满信心。我的真实评价
实测下来，我觉得 Flowbar 适合3种人。第一种想做 AI 短剧、AI 动画，但不会拆分镜的人，它可以帮你从一个想法变成完整画面流程。第二种是接案创作者，如果你要帮品牌做短片、广告概念、社群素材，它可以快速做出一版视觉 demo， 让客户比较容易理解。第三种是想追流量题材的人，因为爆款趋势变很快，你不可能每次都从零研究。Flowbar 比较像帮你加速前期拆解，但缺点也有。如果你完全没有想法 ，AI 给你的东西可能会有点安全牌。真正好看的成品还是需要你下判断，哪个镜头该留，哪个节奏该删，哪里要加反差。所以我会把它定位成，不是取代创作者，而是帮创作者省掉大量试错时间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拿 Flowbar 做哪一种影片 ？A. 爆款短片重制 B. AI 动画短剧 C. 品牌广告或接案作品。留言打 A、B、C， 我想看看大家最想看哪一种实测。如果最多人选某一个，我下一次就直接用那个方向做完整流程。如果你也想试试 Flowbar， 我把链接放在下方资讯，点进去就可以自己测看看。我觉得 AI 影片接下来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会生成画面，而是它开始懂得拆解爆款。那创作者真正要比的，就不是谁会按生成，而是谁更会下判断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到你，订阅一下让我知道。有兴趣可以先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